腾讯视频的网友们大家好，我们是冬天写歌夏天巡演气韵联盟。能不能谈一下你们这个成团之后一种心态变化吗？我觉得一个人做音乐很容易陷进去，就是你只会在自己的世界里，然后我觉得我们5个人如果在一起做歌的话，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会多出来很多想法，而且是那种可能本就不是创作者，但是不是创作者来的那种创作可能会更加纯粹，更有默契感。肯定会有冲突性的。我们没有冲突，无冲突。你觉得自己在乐队团体当中和在自己生活当中最大的反差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在乐队当中跟生活当中现在都比较像？玩乐队和生活好像是一个样子，对，就会有很多事情跟我们预想的不太一样，然后当然我们也在摸索，就是学习，对，怎么样去让这个团队更能散发我们该散发的光芒，就是一直在前进吧，以不同的方式去前进，还是在学习的路上吧。我觉得小李说的对，我觉得我们不属于传统的乐队，然后他有他的自己的优势，也有他自己的劣势，然后我其实会觉得说乐队对我来讲的改变就是其实它是多样化的，而并不是只有一种风格的东西。之前的传统乐队会比较可能多乐手，然后一个主唱，但其实可能我们这个支乐队跟大家想象的会不一样。我觉得还是跟我印象中差不多吧，没有什么改变，只是我对我们这个团可能就比较特殊一些，其他我对乐队还是那样理解。我对乐队的理解就是平时的生活应该是大家一起写写歌排排练。偶像和音乐是不冲突的，就只有偶像的那一层，然后没有音乐那一层，就是只有这种，它不是不能兼顾。或许我们没有做到，但我们一直朝这个方向去拼，所以我也不在乎别人说什么你们团队是偶像团队，我觉得不在乎，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本身是要做什么，我们自己该做什么，我们为什么去的。我心里的那辆车还是我们之前那个预想的样子，没变。谢谢你们，今天是气韵联盟第一场音乐节，很高兴你们也能来到这里。我们是今年刚刚成立的一支新的乐队，我们叫气韵联盟，我们来自明日之子。我觉得可能首秀的话，其实那个环境反而不太轻松吧，就是音乐节反而会让我们特别轻松，我们特别在一个放松的状态下面去演唱我们自己的歌，其实那是我们能发挥最好的一个状态。然后我觉得音乐节很重要的是一个现场的气氛，而且我们5个人其实把我们该做的都做到，然后把现场点燃，这就是最好的一个方式。我能看到这2个舞台的区别就是，下来之后的舞台有奔着我们来的人，喜欢我们的人，然后也有一些，比如说音乐节要是其他乐队的乐迷，那有一些不认识我们的人，对，觉得这个是有区别的。其实还是在不断的摸索和学习的过程当中，因为之前在明日高校的时候，节目录制跟实际的现场演出的舞台去把控它的方式也不太一样，你要更大的去跟你的听众去进行一个互动，去感染他们。我们依然是在公共的舞台或者是一场演出的话，都是会有大家一起演吧，就是我们还没有一个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舞台，这个舞台是由我们自己打造，为我们自己量身定做的，对，所以我觉得说是在造梦的路上吧。那舞台如果是我们的梦的话，我觉得将来或许有一天，我们可以有一个自己的舞台。我想你正在听，像幸福或伤心，你送我的风景，正是我的森林，
夏天巡演，气运联盟。乐队中的生命力，我觉得主要还是作品。我觉得是灵魂。我们要做有灵魂的。对，我们要做有灵魂的作品。对，我认同小李，我认同小李，我都认同。有一些人创作作品，他们的风格可能是那种很轻松，然后有的人创作作品可能是包含了很多生活中或者是人生中的意义。希望就是我们青云联盟创作的作品都是每一句话都是有它的真正的意义，每一个字都不是随便来的，然后在整个创作过程中会付出比较多的情感，这样的话回头看哪怕是一个作品，哪怕是一场演出，不管有没有人喜欢，我们心里都会有为之努力过的感觉。觉得这个是乐队在找到乐队灵魂之前的一步。我的年度关键词就是佛系，然后开心。我觉得我今年这个关键词估计是透彻了，什么事情看得都挺透的。风口浪尖吧。我的年度关键词是在路上。我的关键词是真实。我觉得我已经开始了，我已经开始了，我已经开始来吧了，我已经开始了。我们换左手。我希望我们的新专上个热搜吧。我希望就是一觉睡醒那个热搜不要让我太惊讶，然后不要让我点开以后就咬牙切齿的那种。跟小李差不多，就是有新歌什么的发出来了，大家就哎呀真好听，这种挺好。其实跟小李差不多。出10首歌吧，我自己写的。那我的2021愿望是200首。2021的愿望车开起来，做到自己喜欢或者说想做的事情，活得再透彻一些。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不好的声音，它里面也会有可以提取的东西。其实你把它看开了，你把它转换成你成长的一个动力，其实你的成长空间会更大。冬天写歌，夏天巡演，气运联盟。等我30几、40几，事业稳定的时候，现在有所谓的更重要的事情做了。不了，还是不了，还没有那个决心去尝试。我会把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东西去写到自己的歌里去，这是我的优势了。我大概是3、4岁的时候接触音乐，然后真正喜欢上应该是11、12吧。我最想开饭店，我想当大老板，很开心。